耿林，当我提起笔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只觉得往事就像山谷间的一条小溪，静静地从我心底流过。它把我带回了过去，带回了我们相知相恋的那个遥远的年代。当我回顾我们的婚姻的时候，我想起了以往岁月中我们共同拥有的那些美好时光，想起了我们第一次的见面，第一次去看电影，想起了我们的初吻，也想起了我们当年的蜜月旅行。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，但是它对于现在的你我来说竟是那样的遥不可及。当我想起这一切的时候，我觉得就像是在看一场老电影，虽然很感人，但是却很陌生。我眼看着故事的主人公一步一步地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，我看着他们将美好的感情尘封在彼此心灵的角落里，就如同一朵鲜花被人忘记在阁楼上。当我看到故事的结尾，我遗憾地发现，这只能是个不了了之的结局。耿林，对于我曾经给你和娄佳怡所带来的伤害，我由衷的道歉，请你向娄佳怡代为转达我的歉意。是该结束我们三个人痛苦的时候了。我想了很久，现在我要告诉你我最后的决定，我同意离婚。我想和你谈谈。如果现在刘云同意离婚，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可能吗？现在你离不离婚，对我们两个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这些天我在家里想了很多很多，从我们第一次相遇一直到天海的死，所有的事情都在我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。这么说，你已经想清楚了？是的。你知道，从天海走了之后，我心里一直很难受。我原来一直以为他对我来说只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，即使是我给他送手术费，我也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朋友。我那么做是出于朋友之间的友谊。可自从他死了之后，我才发现我是失去了一个亲人，一个在我生命中曾经如此重要的人。他临终前留下很多话，都是关于我们之前那些美好的回忆，他无法忘记的，我也无法忘记。那也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当我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我觉得我无法再面对你。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东西，那是谁也进入不了的。
所以你不用感到自责。我们都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一些问题，也正是因为这些，我们之间的那些坦诚，被一点一滴地耗空了。现在我承认，过去的事情总会留下痕迹，有些东西是我们永远也无法跨越的。这种隔膜的感觉，我受不了。我知道，你也受不了。过去我总是没有解释我为什么回避和刘云要谈离婚的问题。你问过很多次，说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那天刘云他要自杀。这样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个阴影，它在我心里一直挥之不去。特别是当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这种感觉就愈发的强烈，所以我只能选择回避。我们的快乐是不真实的，因为我们毕竟伤害了别人。其实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。刚才我打开门，看见你坐在那儿，我就知道你要跟我谈什么。佳怡，我是一直在等着你跟我谈分手的这一天。不，并不是我提出来。分手只是我们两个人都必须承受的结果。跟你在一起之后，我觉得自己长大了，为过去所有的一切，谢谢你。保重。我这个混蛋，怎么就把你给丢了呢？要是有来世，我绝不会让你跑了。佳怡，当你听到这盘录音带的时候，我恐怕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从我生病的那天起，我就明白了一个事实，其实我根本忘不了你。可能人在生病的时候会显得非常脆弱，这些天来我越来越想你。我总是想起过去咱们一起到过的那些地方，最忘不了的是西双版纳。昨天做手术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麻醉，我真的以为自己又回到了那儿。我站在那些大树的中间，我能感觉到那儿的潮湿，我甚至仿佛能触摸到那儿的空气，而你就在我旁边。我们一起在树上刻下了我爱你，这一切都那么真实，到现在我仍然感觉到我当时心中的那种狂喜。我真的不愿意醒来，因为当我清醒以后，我才发现你已经不再是我的了。佳怡，你知道吗？跟你在一起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。我做过很多伤害你的事儿，可一切都来不及了。但我请你相信，我真的只爱过你。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能永远快乐地生活下去。许多年以后，可能你会忘了我这个人，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，遇见你是我这一辈子遇到过的最美好的事情。当我死去的时候，我的心中仍然充满着你曾经带给我的甜蜜。把我骨灰的一半留在这个城市，因为这样可以离你更近一些。另一半送回唐山去，我想和父母待在一起。不要为我哭，我要去一个遥远的地方，在那儿我会长久地注视着你，永远永远地为你祝福。佳怡，你说句话吧。自从天海走后，你就没开过口。我想和你一起去送天海。你确定？虽然他没说，可我知道我去了，他会高兴的。过去我一直劝天海忘了你，可是我没能说服他。其实，在天海心目中，你对他来讲，绝对是唯一的。佳怡，你还好吗？我给你们家里也打过电话，我现在就过去找你。我没事儿。等着我。不用了。我去天海那儿跟三木约好的。我陪你去吧。我一个人可以，其实你不用。我知道我帮不了你什么，就是不放心。我想我现在能做的就只能是陪陪你了。
佳怡就拜托给你了，一路上请多照顾她。当然，我会的。谢了。佳怡，人齐了，咱们走吧。肖老师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并不快乐。你对大家的宽容、理解、呵护，都是出自你善良的本性。答应我，在另一个世界里快乐起来，好吗？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会真正的快乐。我会将这份感情珍藏起来，让它只属于我们2个人。其实我们离得并不遥远，我会在心里关注你，直到永远。哎，小灿烂，妈，你醒啦？啊，你醒啦？妈，我多了。哎呦，这个口水！你要说什么呀？妈，你回来啦？啊，你怎么把孩子一个人扔家呢？你又埋怨妈，这孩子不是好好的吗？你买乌鸡了？啊，哎呦，看你这2天心情那么不好，哎，担心你又不敢问。看着孩子刚刚睡着，我赶快上自由市场去了。哎。哎呦，你快去洗个澡，歇会儿吧啊！你看你这2天，眼圈都黑了。妈一直想问你，是不是耿林？妈，不是耿林的事，是我的一个病人前2天死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心情特别不好。我觉得我应该能治好他。这生老病死是老天注定的，按照你们的说法，叫自然规律。小云啊，别想太多了，你老叫妈担心。哎，有什么心烦的事儿，多看看孩子。那个小胖嘴啊，冲你这么一乐，什么烦事儿都没了。是，看着他呀，心情好多了。那你就快休息去吧，啊，好吗？哎，对了，你看我这脑子，前2天彭丽来过，看你不在啊，坐了一会儿就走了。哪天啊？前天，哦，要不就是大前天，还特逗。彭丽一抱孩子，那孩子张了嘴就喊声妈，把彭丽给叫愣了。彭丽，彭丽，你想怎么样？我们现在没什么可谈的。如果你只是来看看我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很好，不劳你操心。哎，彭丽，我知道你去看过孩子，你连曹世瑞和孩子都能容忍，你就不能原谅我吗？彭丽，彭丽。
的确早就知道曹世瑞这个人，说不告诉你，也是王叔的意思。怕我受不了，怕我会自杀，怕现实生活对我太残酷。真的是这样，彭丽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应该了解。至少在我心里，这从来就不是什么借口。我是真的担心你。其实你可能都不知道，有好几次我都差点说了。可是看你提到王叔的那种眼神儿，还有语气，我就觉得你还没完全过来，每回就把话给生咽回去了。这些我都明白，你不用多说了。过去，我一直以为我的婚姻美满，怎么一转眼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？就连你和耿林也出了问题，连耿林这么稳重的男人也靠不住，真让人绝望。自从我知道耿林跟那个女孩好了以后，我也一直在反省我自己。有时候，我一个人在家，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我就会反复地问：我到底做了什么，让耿林这样对我？是因为我太重事业，早几年没要孩子，还是说我有一些洁癖，或者脾气不好？可是我觉得这些跟我们当初的感情比起来，都不足以把耿林从我身边推走啊。后来，我决定不钻这个牛角尖了。我想，也许我并没有推耿林，只是他自己想走开了。我真的觉得婚姻就像女人的脸，越美好就越脆弱，越经不起岁月的打磨。男人可能是比我们要残酷，可我们也不应该活得像个怨妇一样啊。你看，从王叔死后，你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，没有人能想到你把公司打理得这么出色。你是一个独立的人，过这种独立的生活，不也是一种快乐吗？其实，咱们的处境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你的麻烦已经解决了，而我的问题依然存在。所有的努力，好事儿坏事儿，我全都干了。到了现在，我终于明白了，那些全是徒劳的。因为天气炎热，都脱去了西装外套。那么，在过去17次阿森纳队在主场同切尔西的同城大战里呢，只有90年输了1场。你回来了。来，坐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前天。这次去唐山，怎么样？还好吗？你呢？你忙吗？我还那样，公司里乱七八糟的事儿，就跑东跑西的呗，还行。我看你气色不太好，你要注意身体。你饿吗？要不出去吃点东西？不了，我觉得有点累，想早点回家休息。我主要是想来看看你。谢谢。那就回去好好休息吧。我送送你。哎，不用了。你自己注意。哎。多亏有你妈了，不然你又上班又带孩子，真够你累的。是啊，辛苦他了。哎，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曹石瑞族老
妈，你怎么还没睡呢？我怎么睡得着啊？你是不是一直跟那吴刚在一起啊？对啊。小云啊，我可是告诉你，耿玲再怎么对不起你，咱也不兴学他那一套。我可不愿意别人戳你脊梁骨。妈，您说什么呢？哎，那我问你，你跟那吴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以前是同事，现在是朋友，您说怎么回事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别瞎想了，睡吧啊。我中午休息没事儿，回来把床单换了，拿回去洗洗。啊，那你忙着吧，我来取个东西。耿林，你别在意啊。在意什么？我的心情一直恢复不过来，想自己静静。我也想，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你不用解释什么，我明白。走。你能把收音机关了吗？小天海死的那天，我见到他了，看得出来，他是个挺重感情的人。我是指楼佳怡。我没想到，你谈到他，会这么心平气和。我应该吗？我只是说。听你的口气，好像他跟你我都无关似的。我一直认为，在你我的关系上，他本来就是个无关的人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这样。你今天约我，是不是想谈离婚的事？是。你是不是很怕失去他，所以才想急着和我离婚？你是这么想的？我知道这和我无关，但你能不能告诉我，
你和娄佳怡现在是怎么打算的？我隐隐约约的觉着我跟他好像是走不下去了。其实，萧天海死的那天，我就想到了。还是不谈他了吧。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解决你我之间的问题。你刚才问我说，我离婚是不是为了他？不对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今天约你谈，主要是想听你亲口告诉我，我们还能继续吗？恐怕很难。至少在这一点上，我们是一致。不，我们不一致。事实上，我并不确定，而你已经十分肯定了。那你认为我们还有可能？我们的婚姻确实出现了问题，但我始终幻想着能够挽回。可这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。你已经决定了放弃，我的坚持是毫无意义的。所以，你一定要让我说的话，我只能回答说不可能了。但这个结论是你逼我做出来的。这么说不公平。所有的过程都是你我一起走过来的。有一点我要说明，不管我们离婚与否，这个事跟娄佳怡没关系，纯粹是你我之间的事。1年多的风风雨雨吧，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：我为什么能够决定离婚？恐怕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。对，一个交代。谢谢你跟我说这些，我相信这都是你的心里话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些时间，让我考虑考虑？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答复的。我可以等，但别太久。本来我以为自己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谁知道事到临头，我还是觉得心里很乱。你们毕竟做了这么多年的夫妻，下这个决心当然很难。我相信耿林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可能我们3个人中间，只有他失去的东西最多。而且，我和娄佳怡都有理由说自己是受害的一方，唯独他不能。从根儿上讲，他不是那种寡情的人，你们之间的情分，他毕竟难以超越。也许，他是想用离婚来解脱你们3个人之间的烦恼。他说想给自己一个交代。可我真的不知道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交代呢？难道说他想要的结果，真的只是想从我们的婚姻中解脱出来吗？你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你难道还希望他能回头？我想原谅他，我也试过，真的做不到。
当我提起笔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只觉得往事就像山谷间的一条小溪，静静地从我心底流过。它把我带回了过去，带回了我们相知相恋的那个遥远的年代。当我回顾我们的婚姻的时候，我想起了以往岁月中我们共同拥有的那些美好时光，想起了我们第一次的见面，第一次去看电影，想起了我们的初吻，也想起了我们当年的蜜月旅行。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，但是它对于现在的你我来说竟是那样的遥不可及。当我想起这一切的时候，我觉得就像是在看一场老电影，虽然很感人，但是却很陌生。我眼看着故事的主人公一步一步地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，我看着他们将美好的感情尘封在彼此心灵的角落里，就如同一朵鲜花被人忘记在阁楼上。当我看到故事的结尾，我遗憾地发现，这只能是个不了了之的结局。耿林，对于我曾经给你和娄佳怡所带来的伤害，我由衷的道歉，请你向娄佳怡代为转达我的歉意。是该结束我们3个人痛苦的时候了。我想了很久，现在我要告诉你我最后的决定，我同意离婚。我想和你谈谈。如果现在刘云同意离婚，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可能吗？现在你离不离婚，对我们2个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这些天我在家里想了很多很多，从我们第一次相遇一直到天海的死，所有的事情都在我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。这么说，你已经想清楚了？是的。你知道，从天海走了之后，我心里一直很难受。我原来一直以为他对我来说只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，即使是我给他送手术费，我也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朋友。我那么做是出于朋友之间的友谊。可自从他死了之后，我才发现我是失去了一个亲人，一个在我生命中曾经如此重要的人。他临终前留下很多话，都是关于我们之前那些美好的回忆，他无法忘记的，我也无法忘记。那也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当我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我觉得我无法再面对你。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东西，那是谁也进入不了的，所以你不用感到自责。
我们都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一些问题。也正是因为这些，我们之间的那些坦诚，被一点一滴地耗空了。现在我承认，过去的事情总会留下痕迹。有些东西是我们永远也无法跨越的。这种隔膜的感觉，我受不了。我知道，你也受不了。过去我总是没有解释我为什么回避和刘云要谈离婚的问题。你问过很多次，说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那天刘云他要自杀。这样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个阴影，他在我心里一直挥之不去。特别是当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这种感觉就愈发的强烈，所以我只能选择回避。我们的快乐是不真实的，因为我们毕竟伤害了别人。其实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。刚才我打开门，看见你坐在那儿，我就知道你要跟我谈什么。佳怡，我是一直在等着你跟我谈分手的这一天。不，并不是我提出来。分手只是我们两个人都必须承受的结果。跟你在一起之后，我觉得自己长大了，为过去所有的一切，谢谢你。保重。佳叶，佳叶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呀？心里有什么事情，跟妈妈说嘛，啊？妈，我跟耿宁分手了。
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林医生技术也很好的。刘医生，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手术您来做比较好。林医生，我们不了解，不放心呀。这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没问题啊。刘医生，您别走啊，饭我们请了。哎，我说你有完没完？总缠着人家刘医生，还让不让人吃饭了？有什么事你跟我说。你谁呀？我跟你说。你们这儿有个叫徐春燕的吗？有啊，就在里边呢。你有钱你了不起呀？我最看不上这号人了。我要你看得上？你不就一护士吗？什么东西呀？表哥，骂谁呢？你谁呀？你再骂一遍。行，算你狠。就这样吧，明天我来取钱。怎么回事？这人？陈大明，我表哥。你表哥啊？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别提了，我这表哥呀，就是一混混，跟谁都这么凶了吧唧的。他今天来是来跟我借钱的，张口就要2000，我说没有，他就跟我急了。借钱赌博啊？哎，他还真好这个。可是他们家也是缺钱，他妈尿毒症，现在1个月透析3次，所以他总是跟亲戚们借钱。看不出来嘛，这人还挺孝顺的。妈，水放着了啊。你呀，早点睡吧啊。大明儿，哎，大明儿，大明儿，大明儿，干嘛呀？你个小兔崽子啊！你又趁我睡觉，你就出去混去。我跟人谈个事儿。你昨天说跟人家出去吃饭去吧？你出门就跟小三子打牌去了，你还跟人打起来了吧？谁说的？哎，这谁告诉你的呀？谁告诉我的？这哪个王八蛋说的呀？你跟人家打起来，你还跟人家动刀子，你把片警都给招来了。妈，你干嘛呀你？气死我呀！啊！妈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李瘸子说的？这老不死的找抽！你敢！妈，大明啊，妈活不了几天了啊！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啊！你不能让妈过几天安生日子呀！行了行了，你还以为你身体多好呢？我知道你埋怨我，我这病啊拖累你了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说什么呢？你不嫌晦气啊？妈，你放心，你儿子会送你进最好的医院。南方人啊，喜欢泡茶馆，这是传统。所以我想和朋友们呢，在南方多开几家，也算是扩大一下生意。行啊，你吴刚，哎，你当医生的时候可没见你这么上心过。嗨，我当医生啊，根本不合适。现在呀，我终于明白了。我自己应该干些什么？哦，对了，刘云，你那儿最近怎么样？挺好啊，孩子还是我妈给看着，医院嘛你还不知道，整天就是忙个没完。你自己怎么样？我自己，我已经同意跟耿林离婚了。过几天呢，我还要去南方，主要是去广东一带。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。吴刚，我知道你一直对我特别好，你的心思我也明白，但是我现在不能接受。
我知道这个时候说这些话不合适，但是我想让你知道，我有耐心。谢谢，你对我真的太好了。但是，我恐怕只能说对不起。来，咱们以茶代酒，我祝你一路顺风。谢谢。我是来向你告别的，明天我就要去美国了。这么快？上星期通知我的，他们报了10几个人上去，最后定了我去。那应该祝贺你。来，谢谢。去多长时间2年。这酒是天海留下的吧？对，天海一定会为你高兴的。我一定会好好干的。那你和耿林，那天我去小屋向他告别了。我觉得他当时的样子很平静，就好像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那样。我忽然想，这可能才是我迷恋的耿林。因为平静，他恢复了他所有的魅力，自信、从容、平和。而我的出现，其实已经破坏了这种平和。所以，我想我的选择是对的，至少分开一段时间，对我们2个都有好处。你真的不留恋吗？有些问题，交给时间来回答吧。你们老板在吗？不在，去哪儿？出差了。您请慢用。谢谢。请坐。哎，耿林。哟，三木，你好。稍等啊，你们先坐，我碰见个朋友聊会儿天啊。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你怎么常来这儿吗？偶尔，外地来2个朋友，这儿环境不错，带他们过来坐坐。你一个人？一个人，在家待着闷得慌。我跟这老板熟，想来跟他聊聊天儿。出差了。你最近挺好的。啊，还行。耿林，你要是知道呢，就算我多嘴。佳怡明天走，公司送她去美国读书，明天上午10点的飞机。是吗？好啊，能上学深造当然是好事，这说明佳怡的公司还是很器重她，我为她高兴。我不想打听你们俩之间发生的事情，但是，也许你想去送她。既然佳怡没有通知我，我想还是不去的好。或许有什么话我可以帮你带给她。三木，谢谢了。我想，我要跟他说的话，他心里都明白。我明白了。甘霖，你是一个好人。佳怡啊，爸爸不想多说什么了，你已经长大了。爸爸只想对你说，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，
你永远都是爸爸的好女儿。爸妈，这1年来让你们操了不少心，对不起。跟爸爸妈妈不要说这个话。是啊，佳怡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爸爸妈妈都希望你以后生活永远快乐。我会的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